今天邀请到了一位香港100亿对冲基金的分析师，同时呢，他也是台湾办公室的分析师。但这不是最猛的，最猛的是他经营 IG 不到1年的时间就有3万多粉丝。所以我今天特别邀请了一位也在研究美股的理财人妻 Vivi 来跟我们聊聊他经营自媒体的心路历程。嗨，我是小胖，你也可以叫我小芳。今天真的很高兴可以邀请到我的朋友理财人妻 Vivi 来上我的节目，来跟大家聊一聊他经营自媒体、经营财经自媒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那请 Vivi 跟大家打声招呼好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理财人妻 Vivi， 很开心今天来上小邦老师的节目。好，我跟 Vivi 其实是在 IG 上面认识的。那一刚开始看到 Vivi 的文章的时候，其实我就知道这个女生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料。虽然说常常看到她的现实动态就是在分享是在育儿很忙的样子，但是我发现她还是很有毅力的在写文章，很有毅力的在发文，而且重点是每一篇文章真的都是真材实料。那首先我们就先来请 Vivi 简单自我介绍一下，让大家认识你好不好？好啊，那个肖邦老师节目的粉丝观众大家好，我呢从去年8月吧就开始写部落格。那为什么会开始走上自媒体的这条路呢？就是因为我怀孕了，然后那时候我就不知道说我的工作能不能继续，然后该不该继续，然后就有很多未知。因为其实女生在台湾的职场真的是很辛苦，怀孕之后可能就会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啊，或者是前途就非常的不明确。然后我就想说如果说我决定要休息的话，我之后什么时候再回到职场，什么时候能够再找到下一份工作就不是很确定。然后我就想说那就趁着怀孕休产假的这段期间，我就可以看一些我一直很想要去看、很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一直没有空做的事情，就是开始研究美股。因为我其实之前的工作都跟金融啊、投资是相关的，可是没有时间深入去看这些我有兴趣看的美股。然后就想说，那我就趁我没有在工作的时候，可以花一些时间去看这些美股的财报啊，然后研究一些这些产业的动态啊，然后逼自己去产出写一些文章。那这样子，比如说我生完小孩，接下来1-2年决定要带小孩，然后过几年再回到职场的话，那我不至于就变得太钝，不至于变得离市场太远太生疏。就是我想说之后我去找工作，我至少有一个像是作品集一样，可以给我的面试官说，其实你看我对这些股票都还蛮熟的，所以我就以这样的角度就开始了自媒体的这条路。对，这是一个原因啦。那你在这个经营投资理财自媒体的过程中，有没有遇过比较大的挫折？有其实我觉得我的粉丝很多人都是看我之前录的00940的影片才认识我的。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其实我的频道虽然我的名称叫理财人妻，但是我那时候思考一下，觉得我还是要专注在我最熟悉的领域，然后要 focus 在一个 niche， 所以我后来就选了美股。所以其实台股我是不讲不碰的，因为其实我也没有台股的经验。但是呢，就很多人就一直来问我说，最近有一个 ETF 是00940那一支，你觉得怎么样啊？你看不看好啊？然后问我意见啊。然后我本来就都没有关注，可是因为很多人看，所以我就很好奇，我就自己去看了一下。然后看完之后，我就有一些自己的观点、一些看法，然后就分享给他们嘛。但是呢，因为很多人问，所以我想说，那我直接录一支 Reels 分享到 IG 上面去。但是内容就比较多，所以我就拆成了4支。然后呢，结果放上去不得了，它就突然火了，就超级多人看。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全台湾人都在炒这一支吗？对，炒的就是在讨论这一支。对。然后就我不是故意要蹭流量的，但是就是刚好大家就一直疯狂的转发，可能是很多人也认可啦。那当然有一部分人可能不是很认可，或是他们因为我观点我没有很喜欢他，但是有很多人可能就很喜欢他。那我去批评，或是我去讲说为什么不喜欢他喜欢的东西，那人家可能就会觉得被冒犯嘛。然后呢，我就收到了很多酸民的留言，然后我就觉得很挫折，就觉得很受伤。对啊，就是一个啦，所以就突然粉丝变多，然后就感觉好像受到很多我不想要得到的关注，就觉得压力很大。其实我觉得这个我有一个小故事还蛮有趣的，就是我觉得不管经营自媒体或者经营什么东西，一定会遇到酸民，这个是无法避免的。对啊，你会怎么样去面对啊？其实我要分享这个小故事就很好笑，就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个酸民在我的 YouTube 影片下面留言，他就看我穿一件绿色毛衣，然后宽宽松松的，然后他就说博主你穿的衣服很宽松，看起来一点都不专业，一定不是勤于工作之人。就是他有什么关系？我才穿着我老公的卫生衣就开始录影了。
对啊，就是对，就是酸民有而且很多种。我跟你讲，这是我的办公桌嘛，然后我就这样子开始录影嘛。有时候我根本就只穿着内裤，好不好？我也是。好，那我觉得我们回来吧，我们一直聊歪。那你自己在遇到这些问题或者是挫折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克服呢？我还是都是会去看一下的，然后因为我也知道说我不可能什么东西都讲对嘛，所以如果说他真的提点到了一些是我的盲点，或是我真的是提供了一些错误的资讯，那我觉得这个当然就不行，我就会去更正它。那或者是说是比较严重的，我可能就会 maybe 重新投。那如果说是这个是事实，就是有分事实跟观点嘛，对不对？如果他说的是事实，那我当然就欣然接受去更正，那对我来说也是学习。那如果是观点的话，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嘛，我认为是这样不一定是错啊，他认为这样也不一定是错啊，所以我就觉得无所谓。但是如果是太过分、太没有礼貌、素质太差，我就觉得可以直接把它删掉。这是我的平台，你凭什么来我家撒野，对不对？没错。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太没水准了，就把它删掉。而且其实酸民，就比如说你假设有一支影片爆了，然后他只是来凑热闹，那他就来留个2-3句没水准的话就走了，其实根本他也不会是你的粉丝，你就把他删了，其实无所谓。对，有非常非常多人是就是单纯的发泄他的情绪，然后他就走了。我后来是觉得说，其实我也不用那么在意，因为其实这些人有时候他就是需要一个发泄的地方，然后他发泄完，可是可能也忘记他讲了什么话，然后可能也忘记他在哪里留了什么言，所以他也不在意，他也就走了。那如果留下我自己一个人那么在意的话，我何必要这样子？那你在经营自媒体的过程中，有没有遇过就是很开心或者是很有成就感的事呢？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其实3不5时都会有一些粉丝会留言，或是会传讯息跟我讲说，我觉得你的内容很棒，然后我看了你的文章，或是看了什么东西，我觉得收获很多，有学到一些东西，然后都觉得还蛮开心的，就觉得我做这些事情是有意义的，然后觉得自己有价值。那有一次比较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个粉丝，他就是说，Vivi 你是那个某某大学我之前是那个香港中文大学，你是某某大学的什么什么系的吗？然后我就说我是什么什么大学的你是校友吗？然后他就说对啊，他说他是现在的学生，他就说他们的教授推荐他去看我的文章，然后我就非常的开心，我就很 surprise， 然后我想说是哪一个教授？然后他就说是这个老师，然后呢他就说他就推荐了某某文章给我看，这样他是这样跟我讲，然后呢我就很开心嘛，然后跟他聊了一下，然后后来我就去找那个老师跟他聊天，然后他就鼓励我，就说你做得很棒，然后他说他觉得他也有所收获，对，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虽然以前在大学好像都学得不是很好，可是经过这些年还是一直有在学习，然后也有一些成果，然后也得到老师的认可，就觉得很开心。我觉得经营自媒体就是这样，就是跟人生有一点像，就是不断的学习，然后自媒体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你把过去学习的这些东西，然后展现给大家看。对，我觉得那个 Steve Jobs 就是苹果的那个 Steve Jobs 之前就讲过一句话说，你人生要到之后你才可以回头看，把你人生的这些点点连在一起。你记得这句话吗？对，我就觉得真的是你在每一个人生的阶段，你可能在当下不知道你在干嘛，可是如果你可以在当下尽你所能的利用你所能得到的资源，然后去尽可能的学习你觉得对你来说有帮助的事情，那这些其实都是你的，你之后到下一个阶段之后，它都会成为你下一个阶段的养分。然后呢，到某一个时候时机成熟了，你之前的点点可能未必连成了线，但到某个时间成熟的时候，它可能会连成一个面，变成你很大的一个力量。像比如说，我觉得现在进自媒体，其实真的是什么都要会一点的。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我会做一点图文设计，我会写文案，我会一点剪辑的技巧，我会一点财报分析的能力，我会一点表达的那个口说 presentation 的能力，其实这些都很有帮助。就是你之前可能不知道说它到底可以干嘛，可是这些都是训练，到某个时机点，你其实变得还蛮厉害的，因为这些都是你过去这5年、10年、20年的累积。真的，我觉得这让我想起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觉得人生中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就是这件事情在你现阶段看起来好像对你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可是这件事情不管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它都是有它的作用的。你觉得经营到现在对你的人生有什么样的改变，或者是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体悟吗？我觉得就变成好像多了很多的掌控性。就其实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了解过人类图，就是他把人分不同的类型，然后我是属于生产者，就是我很喜欢做事情，我喜欢产出，但是呢，我又不是很喜欢上班。那么就其实我觉得我算是一个很爱工作的人，可是我不喜欢上班，因为上班你就要去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那我就只想做我想做的事情，那没有办法嘛，对不对？但是呢，后来经营自媒体，发现说，这个好像真的可以养活我自己，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我就可以自己决定说我想做什么事情，然后我想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不想做什么事情，我就可以不做什么事情，只要我自己可以承担这些决定的后果就可以了。我会觉得人生多了很多的选择跟自由，觉得很开心。真的好佩服你哦，好厉害，可以一边育儿，然后一边经营这些东西，然后还可以写这么大篇的文章。那 Vivi 你是怎么样安排你的生活的？你平常还要育儿，应该更忙吧？我觉得我的生活很乱七八糟，所以我才想请教你。我真的很想，因为我觉得太多不可控的因素了。就我很想要很有节奏，然后我老公也常念我说，你都没有好好的去做你的 schedule， 所以你才这样乱乱的。但是真的没有办法，因为像比如说，我就想说，那正常来说，宝宝是早上去托婴中心，晚上回来，那我就白天工作，然后晚上我就照顾小孩啊什么的，整理家里。可是像比如说他去的这3、4个月，就已经有2次肠病毒，然后只要一发生肠病毒，就是一整个礼拜他都会在家，然后我所有的计划全部都被打乱。然后有时候可能他是可以去上学的，可是他可能晚上没睡好，其实他昨天晚上就一直狂哭，然后怎么叫都叫不醒，一直这样摇他，起床，他就一直狂哭，然后他就常会就是睡就然后我就一直被惊醒，我就常一整个晚上都没睡好，就是感觉睡了一整个晚上，但是感觉一整个晚上都没睡。然后我的白天的想要做的很多事情你都做不了，就我觉得不行，我有很多想做的事情，可是又很困，然后我就觉得哇天哪，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我到底要怎么样去安排？不知道是不够有效率呢，还是说我是想做的事情太多，应该要割舍一下。我觉得当妈妈真的好辛苦哦。我有追踪很多，就是我自己私人的账号，我有追踪很多小朋友的账号，像朱莉莲英，还有那个 Rise and Shine， 然后最近还追暖暖，就是我很多这种小朋友的1个以上的小朋友的家庭，真的蛮厉害耶，真的。然后我就觉得他们育婴好，就是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然后你会没有办法有自己的时间做自己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妈妈真的很需要休息耶。那你在经营自媒体上面有一些目标吗？我现在最核心想要发展的就是我的专栏，因为就是一样都是写，比如说1个月4篇文章或是8篇文章，但是1个人读我也是写这几篇，100个人读也是写这几篇，然后1000个人读也是写这几篇，所以从商业模式的角度，它其实是有很高的这个 scalability， 就是可以扩大我的利润，可以一直就像那个软体的产业一样，软体的商业模式一样。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然后，它也是我最核心的，就是我想要把我的精力放在研究股票、研究产业，累积这个最精华的这个知识、这个技能上面。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最核心想要发展的。然后目标的话，可能就会设定的，比如说希望在1年、2年、3年可以达到多少的订阅的那个人数，大概是这样吧。这是其中一个部分，但是具体要达到多少，这个我就还没有定下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企业的演讲、讲课这种，也是一个方向。对，大概我觉得主要可能会是这2个为主吧。然后其他的像是可能 YouTube 啊、Podcast 啊、IG 啊这些，就是导流啊、行销啊，跟分享一些碎片化的内容的平台，去建立这个个人的 IP 吧。加油，很棒！我觉得你什么都想做看，就很厉害耶，就是你才刚开始经营，然后在 IG 上面就可以经营的这么好，我觉得是真的是很厉害的。觉得也是有侥幸的成分啦。那我可以分享一下，因为其实我本来不觉得我可以变现的，我本来就是抱持着一个先试试看再说，然后后来才边走边看，边走边学习边思考，然后突然就3月我就多了很多粉丝，然后呢也突然多了很多机会，然后就开始可以做一些变现的事情了。然后呢3月份啊，我就干货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内幕，我就做到了10万的业绩耶。然后这个结构给大家分享一下，大概就是5成左右是1对1咨询，然后3成左右是讲座，线上讲座，
然后剩下的1-2成是我的订阅的收入，好像大概是这样，对，很厉害欸。因为其实蛮意外的。其实我在经营自媒体之后，我也是花了很多时间才开始赚钱，然后才意识到商业模式这个东西很重要，然后也是后来才一步一步慢慢去学说我要怎么样让自己有一个收入来源。今天真的很谢谢理财人妻 Vivi 来跟我们聊天，我相信就是想要经营自媒体的大家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有收获，尤其是刚刚 Vivi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干货。那今天真的很谢谢 Vivi 来我的频道玩，谢谢她。那希望大家就是对美股有兴趣的大家也可以去追踪 Vivi 的 IG， 然后去看那个你之前是写方格子嘛，对不对？对，好，大家也可以去他就是在方格子上面写的文章，可以去看看，他文章都真材实料，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那这集影片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这集影片的话，记得按个赞。那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未来的内容，也要记得来订阅我，并且开小铃铛哦。那我们下集影片见，拜拜，拜拜。